马者必须平安地跑出10里路。这与皇榜所提不符。大姐夫，此事是岳父亲口向我交代的。如果你有什么异议，可以向岳父禀报。你不要让我太为难了。魏虎，你不要总是用岳父来压我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别吵了，那就按魏大将军所说的吧。我也想试试这匹马能不能为我所骑。好，薛平贵，如果你真的能降服这匹红鬃烈马，那你就是我大唐降服此马的第一人。你敢在1个时辰之内来回跑10里路吗？好。驾！加油！好，那如何才能见证薛平贵已经骑了10里路呢？本帅要亲自前去。来人，备马。大姐夫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要亲自去见证平贵是否平安地骑了10里路。驾！驾！平贵，小心！驾！吁！驾！驾！驾！是谁埋伏在这儿？居然这么歹毒，要偷袭平贵！驾！魏哥，你在哪里呀？二哥，魏哥！哎，等一等！哎，你们看，我们从刚才这一路追过来，都有这马蹄印儿，这证明二哥从这里走的是没有错的。可是，怎么到现在都没看见二哥？哎呀，当然看不见啦，我们追得上吗？你没有听说有一句成语叫什么？那个大丈夫2腿一粗，这个4条腿的马难追啊。哎呦，大哥，你这是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你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呢？应该是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懂不懂啊？什么2条腿、4条腿，我还鸡腿呢。哎，我还真担心呢。气死我了！哎，大哥，我告诉你，我刚才好像看到那个魏豹，他就站在这里，朝那边跑过去了。啊！哎呀，我就不懂了，魏豹没事跑来干嘛？就是啊，哎呀，不管了，要是贵哥在1个时辰之内没回来，那事情就不妙了。是啊。哎，刚才你们注意到没有？那个叫魏虎的大坏蛋，在二哥驯马的时候，一直虎视眈眈地盯着二哥，看他那个表情，好像恨不得二哥从马上摔下来一样。哎，幸亏老天保佑啊，平贵没从马上摔下来。那咱们现在要怎么做嘛？怎么做？接着找呗。哦，让我坐一下。我不行了，我坐一下。我也不行了，现在我这2条腿也不听使唤了。要不然这样吧，你跟大哥在这里等着，我自己去找二哥。不行，要找我们大家一块儿找，不然怎么跟二嫂交代啊？
哇！死张伟，你叫什么叫啊？喂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这不过是个飞镖而已嘛，叫那么大声，吓我一跳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此时此刻这个飞镖会出现在这里呢？你的意思是说，平贵从这里经过，有人用暗器暗算平贵？哦，对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刚刚我不是在那里看到卫豹吗？该不会是卫豹他躲在这附近，然后要害伟哥？好话，果然是这个混蛋王八蛋，这个卑鄙无耻下流的250！喂，你给我闭嘴！你这个王八蛋，白痴智障！你这个头脑简单、四肢发达，怎么还在那里骂？你骂贵哥也不会回来的，你骂了有什么屁用啊？你在那边骂啊？哎，我，哎，行啦，你骂的也不是很好听嘛。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办？赶快去找到平贵比较要紧。快了！走吧。看来平贵已经安然无恙，但现在他跑到哪儿去了呢？这！你怎么不跑啊？啊？哎呀！你一定很痛吧？辛苦你了。等我去找些草药来帮你敷一下，很快就好。忍耐啊！先去那边等一下啊。来，你呢就在这里休息一下，我很快就会回来，等着啊。你千万不要怕啊！哎，你咬着它，我现在帮你包扎，你忍一下啊。来，忍着点。是不是好很多啊？来，不用谢我，不用的啊，不用。哎，乖，走了。魏虎限我1个时辰必须回去，可是我请你回去的话，只会让你的伤势更加加重。怎么办？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已经成了好朋友了。放心吧，我不会再气你了。我带着你慢慢走回去吧，好不好？我们走吧。乖。大姐夫，怎么样？薛平贵找到了吗？我骑了10几里路，
发现薛平贵未曾落马。薛平贵的骑术这么精湛，跑了10几里路都未曾落马。大姐夫，你可是亲眼所见？如果他摔下马来，这路上定有马蹄印和摔下的痕迹。我一路追过去，这路上只有马蹄的印记，没有摔下的痕迹，这是其一。还有，我一路追赶过去，如果他摔下来过，我定然能追得上他。然而，我却没能追上他。就凭这2点，我就敢断定他没有落马。那好，他既然没有落马，可大姐夫你都回来了，那薛平贵为什么还没回来呢？我想，他应该是想试一试那匹马的脚程吧。道弟说要在前方的路上埋伏司机，杀了薛平贵，是不是没有得手啊？苏龙说薛平贵未曾落下马，这么说，如果薛平贵回来，那沈巍将军不就让他得？你呀，个性到现在都不改。你要再这样，母后可真生气了啊！哎呀，母后，你怎么又生气了？我这次回来，你跟父王动不动就生我的气。如果我真的那么惹你不开心，那我走好了。你这个丫头越来越不像话了啊！现在跟母后也都这么大吼大叫的。我哪有大吼小叫啊？母后，你想想，我这次回来，你们处处责备我，我做什么都不对，那你让我……母后有吗？嗯，你这孩子，过来坐下，跟母后好好聊聊。你告诉我，现在教场是谁在点兵啊？凌霄啊，凌霄。凌霄为什么要点兵呢？当然是因为我们要攻打大唐啊！攻打大唐不是由你挂主帅吗？怎么现在是凌霄在点兵呢？你认为这么做对吗？哎呀，母后，还不是因为帅印跟帅旗到现在还没有交到我手上，我怎么去点兵呢？再说了，所有的兵权本来都在凌霄的手上，当然应该由他去了。我看你呀，现在什么事情都让凌霄去做，你是越来越依赖凌霄了。哎呀，母后，代战，母后倒是希望，在你出征之前，先把婚定下来。先订婚？是啊，先订婚。等你们凯旋归来之后，母后一定给你们办一个盛大的婚礼。代战，这些话可是你父王让我跟你说的呀。你要是不答应，那你父王就决定攻打大唐的主帅由凌霄去担任。怎么样啊？哎呀，母后，你越来越不讲理了，现在还威胁女儿。我不管，我不玩了。哎呀，母后这么做可都是为了你好啊！你有没有想过，在我们西凉，有多少女孩喜欢凌霄啊？可是凌霄眼里只有你一个，他谁也不喜欢。要是错过了这么好的夫婿，让凌霄娶了别人，我看呐，你呀，一辈子后悔都来不及了。你要是不答应的话，那我也不让你去当这个主帅。
虽然听说薛平贵被推亲赶了出来，但毕竟这次去长安，我一直没有碰到他。如果我能打进长安，那么凌霄挂帅肯定不会让我去找薛平贵。不如先答应再说吧。怎么样？想清楚了没有？好吧，我答应母后就是了。瞧你，答应就答应，还撅个小嘴儿。母后，我觉得你现在越来越偏心了，一心都向着凌霄。我觉得你是不是不要我这个女儿了呀？哎呦，代战呐，母后怎么会不要你这个女儿呢？母后不但要你这个女儿，还要凌霄这个儿子。要不然，我们将来的王位传给谁呀？将军，谁拿的糕点呢？是我啊。公主。公主，丽娜，你来了。我知道你今天去教场点兵，怕你太辛苦，所以帮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糕点。啊，我帮你去打盆洗脸水。哎，不用了，我这儿自会有人处理的。坐吧。丽娜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听说一个消息，什么消息？王后想让你跟代战先订婚。让我们先订婚？为什么？王后想在你出征前让你们先订婚，等你们凯旋回来，就帮你们办一个盛大的婚礼。怎么样？你听到这个消息应该很开心吧？其实，也没什么开心不开心的嘛。我大梁朝野都知道，那代战公主，迟早是我凌霄的妻子。你就那么笃定？嗯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他的心里要是没有你呢？不可能。虽然上次代战，跟我去中原认识了别人，但是丽娜，你别忘了，代战是我大梁公主，她只能嫁给我大梁人。不是我凌霄夸口啊，放眼大梁，还真没有人能跟我凌霄比肩争锋。是啊，就是因为没有人能够跟你比肩，所以你要是真的跟代战订婚的话，我会很失望的。丽娜，对不起，这件事情，我只能辜负你的心意了。没事，是我自作多情，我没有怪你。只是世事难料，你认为你就一定能够娶到代战吗？那是当然。你刚才不是也说了吗？大王和王后已经下令让我跟代战订婚。代战身为公主，她必当尊重大王和王后的旨意。那你要不要听听代战他是什么反应？不用了。既然我跟他订婚在即，他现在暂时想什么，我不用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那我只有恭喜你了。丽娜，我再次祝福你，早日找到一个文武双全、对你好的夫婿。啊，我明天就要出兵了，还有很多事没办，我就不陪你了。
那明天见了。虽然王后下令定了你和代战的婚期，不过未到最后关头，我绝对不死心，我一定要争取。王后真的答应我跟代战的婚事，但代战到底是什么反应？大姐夫，这已经过去1个多时辰了，就算10几里路也应该回来了吧？可这薛平贵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？这怎么会呢？他怎么会还没回来呢？看来宝地已经得手了，薛平贵，我就希望你有命去，没命回。哎呀！大姐夫，这时辰可不等人。由我做主，延长1个时辰，等薛平贵回来。大姐夫，这不行，岳父他说过。岳父那边由我来交代。大姐夫，你这样做会让岳父很难堪的。魏虎，你我身为朝廷一员，选贤举能是我们的责任。薛平贵能驯服红鬃烈马，乃是我朝廷之幸，所以今天必须要等薛平贵回来。那好，我们再多等他1个时辰。如果在1个时辰之内他还没回来，那我肯定那小子把红鬃烈马给拐卖走了。还好没事。哎，你多吃点，真乖。哎，多吃点啊，辛苦你了。乖。我看到贵哥了，大哥！哎，大哥，大哥，我看到贵哥在那儿了，贵哥！真的是二哥，贵哥，贵哥！真的是二哥，大哥！贵哥，走走走！哎呀，我们好担心你啊，贵哥！没事没事。哦，对了，你们怎么会跟到这里来了？二哥，我们是一路追着你的马蹄印跟过来的。是啊是啊，贵哥贵哥，哎，我问你，你在半路上有没有人埋伏你啊？有啊，当时我骑着它，等我骑啊的时候啊，突然前面飞来几只飞镖啊！整个过程就是这样。哦，所以你没有看到陷害你的人是谁啊？没有啊，我当时只顾着躲飞镖，他蒙着脸没看清楚。哎，贵哥，这只是张伟捡到的，是不是这只飞镖暗算你啊？没错，就是他。二哥，刚才我们从那边过来，小琴亲眼看见魏豹鬼鬼祟祟的经过，我现在敢断定，这只镖肯定是他的。魏豹，你确定你真的没有看错吗？真的，我真的是亲眼看到的。哎呀，这魏家兄弟实在是太可恶了，回去一定要好好找他算账。就是，我回去以后就发动咱们全丐帮的兄弟，一起去他们家给二哥讨个公道。哎，冷静点。那无凭无据的，怎么能证实人家就是凶手呢？我看这一次啊，就告一段落吧。啊，魏虎限我1个时辰回去，现在已经超过1个时辰了。我回去以后，可能凶多吉少。你放心，我们陪你回去，帮你作证。我们帮你作证，二哥。是，帮你作证。
大姐夫，这都已经过去快2个时辰了，这薛平贵怎么还没有踪影啊？真是，他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了？怎么还不回来？他不会遇见什么危险的，只怕这个穷小子没见过这么好的马，他把那马给拐走卖了吧？魏虎，休要胡言！嘿，大姐夫，我怎么会是胡言呢？程副将，你说呢？是啊，苏将军，我的猜测和魏将军一样，薛平贵极有可能这么做。无稽之谈，薛平贵绝对不是这种人。看来大姐夫对薛平贵颇为了解。可这事儿如果让岳父知道了，那岳父会很不高兴的。魏虎，你不要拿岳父来压我。究竟是与不是，一切都要等平贵回来再做定夺。好，那我们就等他回来。可是这2个时辰都过去了，还没看见宝马的踪影。大姐夫，这红鬃烈马可是西凉的贡品，要是有了闪失，薛平贵是要负全责的。可就怕大姐夫到时候也有麻烦。程副将，末将在。你在这好好守着，我回去向岳父禀报，看相爷怎么处理。是。还有，如果薛平贵回来了，你就好好的请他到衙门休息，知道吗？是。我不如到礼部去一趟，说平贵已经降服了红鬃烈马，由礼部申报朝廷，最为妥当。哦，真有这回事？是啊。照你说，这薛平贵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或许我错怪了宝钏，这薛平贵竟然能降服红鬃烈马，那么也就是有了功名，老夫就可以承认他是我的3女婿了。到时候把他们接回来，也算是了了夫人的心愿。岳父，万万不可呀！为什么？薛平贵桀骜不驯，目中无人呢。刚才您的意思我早就跟他说过了。你怎么说的？我说只要你降服了红鬃烈马，相爷肯定会对你网开一面。可是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说的吗？他怎么说的？他说他不稀罕相府的一切，只要他降服了红鬃烈马，就能封为神威将军，这是他自己的功劳，跟相爷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岂有此理！他竟然这么嚣张，这么大胆！哼，岳父您想想，如果他不嚣张不大胆，他怎么敢以一个乞丐的身份来娶3姨妹呢？您再想想，离京那天薛平贵还是一个乞丐，就对您出言顶撞，可想而知，如果他哪天入朝为官，那他一定会跟岳父您作对的。好你个薛平贵！老夫我念你是我的3女婿，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，想保你能够得到神威将军之职。既然你这么不知道好歹，老夫也就上奏朝廷，超过时限赶回来，不但神威将军之职没有，老夫还要治你个盗窃宝马之罪。是的，岳父，薛平贵这么目中无人，如果不教训教训他，他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啊！岳父，要不咱们把薛平贵给……虽然我气宝钏，但是宝钏已经嫁给了薛平贵。不管怎么说，老夫对她还是有隐隐不忍之心呐。岳父啊，您的心肠真是太好了。可是薛平贵对您这么不恭不敬，像这种市井无赖，不给他教训，他是不会听话的。好，薛平贵今天回来便罢。如果明天见不到薛平贵，就立刻叫刑部悬赏，缉拿薛平贵。是。
想不到，薛平贵真的降服了红鬃烈马。真是老天保佑，没想到这成千上万人都降服不了的红鬃烈马，连龙哥你也摔怕的红鬃烈马，竟然被这个薛平贵给降服了。这么说，他一定是武艺高强了。是啊，我原本以为他只懂一些粗浅的功夫，没想到他确实是武艺精湛。看他骑马的样子，威风凛凛，还颇有大将之风。太好了，那他现在一定被封为神威将军了。为什么？此时本来就是魏虎从中作梗，他想栽赃薛平贵，让他入狱。没想到，平贵他真的降服了红鬃烈马。可是这魏虎又开始发难了，说岳父言明，凡是驯马者，必须将此马骑出10里而不落马，才算真正的驯服。依龙哥所说，这薛平贵自身武功了得，别说是10里路，就算100里，他也不难呢。娘子，你想的简单了，我就是怕其中有诈，所以暗中跟踪薛平贵。娘子，你猜我发现了什么？有人想暗杀他，我怀疑，应该就是魏虎干的。龙哥，现在薛平贵已经是你的三妹夫了，你要保护他。哎，那是自然，我只是担心魏虎接下来还会耍什么花招。这个魏虎实在是太过分了，龙哥，我们去禀报爹爹吧。哎，不可。其实，岳父他对薛平贵并没有什么好感，现在去禀告岳父，说不好岳父还站在魏虎那边呢。那可怎么办呢？如今，只能见招拆招了。龙哥，谢谢你这么替我照顾三妹夫。娘子，这是哪里话？你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。只要咱们夫妻同心协力，给平贵谋个1官半职，到那个时候让他们回门，就比较容易了。是啊，我们倔强的三妹曾经说过，薛平贵不功成名就，他就不会回门。我们不帮他，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回来的。娘子放心，我已经跟教场的人打好招呼了，只要平贵一回来，马上就通知我。这件事情，我会好好处理的。哎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哎，大哥，你慢点，慢点。哎，不行了！哎，不行了！哎，我腿都快断了！哎，薛平贵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天黑了你才回来。副将，在我骑马的途中，有人暗算我，宝马受伤了。我不想让他增加负担，所以我就把他牵回来了。牵着回来，那就是你的不对，给我拿下！是。你干什么？丞相，丞相，我们都可以帮平贵作证啊！这跟平贵无关啊！是啊是啊，那匹马真的是被那个飞镖射伤的。就是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刚才我们在树林里还看见魏豹鬼鬼祟祟的。住口！我不管你们有什么理由，薛平贵没有保护好宝马，就是有罪。程副将，我已经驯服了红鬃烈马，可是你们没有按照皇榜来赏赐，反而故意栽赃，我不服，我不服！我不管你服不服，还是明天等魏将军回来再说吧。带下去，走！二哥，你们要把我二哥带去哪里啊？你放了他！再敢在这里瞎胡闹，我连你们一起带走！哎，你这人怎么这个样子？说话不算话！你卑鄙无耻！下流！呸！呸！大哥，怎么办呢？好，哈哈哈哈！程刚做得好。岳父，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处置他呢？这岳父，您可不能再心软了。如果不趁这个机会把薛平贵给杀了，那以后可是后患无穷啊！但是，
他确实降服了红鬃烈马，你让老夫如何动他啊？那就定他一个将贡品红鬃烈马拐走的罪名。这不行，朝廷已经下旨，只要是降服红鬃烈马的人，就将此马赠送他。如何定罪呢？岳父，我还有一个办法。讲。薛平贵现在不是在牢里吗？好，这事要是办成，就可以永绝后患了。但是你千万要小心，别出篓子。岳父，这您放心。薛平贵，老夫有心提拔你。既然你对老夫无情，那就休怪老夫无义了。看好了啊！哦，哎呀，谁？你们是谁啊？有胆来杀我，为何没有胆量以真面目示人？什么样子？走！谢苏将军啊！你等着，我去劝。小心点儿！到底10年，连我在监牢里，他们都不放过。有胆量在长安大牢里杀人，为何还要蒙着面？你们究竟是谁？快走！你在干什么？小琪，怎么还不睡啊？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？我出去办点事儿。什么事情啊？要这么神秘啊？一个女人家问这么多干什么？我是你娘子，我相公去哪儿，我为什么不能问呢？我又不是花天酒地，或是逛花街柳巷的，你紧张什么？我当然知道了，可是你穿这一身，像个蒙面贼。胡说什么呀？是我大哥让我出去的。他说了，最近长安城盗贼猖狂，为了不打草惊蛇，我跟他去暗访，所以才穿成这样子的。是吗？你想想，我们家又不缺钱，难不成我去抢劫啊？当然不是。怎么了？别！你受伤了？怎么还会有指印？没事儿，就碰到一个女飞贼，本来我已经把她制服了，结果不小心被她咬了一口。没事儿。我去帮你拿药。看来薛琪不相信我刚才的话，那我下一步该怎么做呢？大姐夫，大姐夫，我帮你！
别跑！看来薛琪不相信我刚才说的话，那我下一步该怎么做呢？此人的武功招数我十分眼熟，难道是他？大姐夫，三姨妹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哎，大姐夫，是我回去告诉二嫂，说贵哥被关在监牢的。我是不放心平贵，所以叫小青陪我连夜进城，没想到会在这儿遇到你。对了，你怎么会跟那2个蒙面人起冲突呢？哦，我跟你大姐商量过，担心有人会对平贵不利，于是我就守在监牢外。没想到，真有人要杀平贵。什么？那平贵他……你放心，平贵现在安然无恙，你稍安勿躁，一会儿我就带你过去。二嫂，你刚刚吓到我了，你有没有受伤？你刚才真的很勇敢啊！你没事吧？哎呦，我没事。将军，平贵，苏将军，你看谁来了？平贵，宝儿，平贵，宝儿，平贵，你有没有受伤？你怎么样了？我没事，一切安好，不用担心。来人，把门打开。是。平贵，宝儿，我很担心你。没事没事，不用怕不用怕。小青，谢谢你带宝钏来见我。哎，这没什么。贵哥，我已经把你驯马的英勇事迹都告诉二嫂了，可是我又不得不把你被抓的事情也告诉二嫂。那二嫂心急，就连夜赶过来要看你了。就算小青不告诉我，你一夜不归，我还是会担心。大姐夫，宝钏谢谢大姐夫。今天晚上如果不是大姐夫，恐怕平贵会有危险。哎，自家人不用客气。其实我也来晚了一步，我来的时候，蒙面人已经跟平贵在交手了，平贵一个人对付他们，绰绰有余。哪里？哦，对了，苏将军，那2个蒙面人，你追上了没有？哦，没有，我追他们的时候，恰巧三姨妹赶来了，他们俩就跑了。哦，哎，贵哥，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你知道吗？那个蒙面人啊，把我这样啪咚啪呀打到地上，哦，然后二嫂她怕那个蒙面人会跑过来杀我，结果二嫂就叫他放手。可是呢，那个蒙面人死活不放，结果二嫂就冲过去，这样子呀，咬住他的手，死也不放。那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看到小青有危险，我一时心急，就抓着那个蒙面人的手咬了他一口。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。哦，贵哥，你不知道二嫂真的是好勇敢呐。只是呢，说起那个蒙面人也真奇怪，二嫂就这么死咬着他不放，他也不打他，也不伤他，不推他，就傻傻的站在那儿。我就奇怪了，哎，那个笨蛋到底站在那里想什么啊？后来我想到了。他可能是因为我长得太漂亮了，所以呢就被我的美貌给迷住了。宝钏呐，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那个人一定认识你。认识我？对啊，以小青的说法，他如果不认识你，本就可以一刀杀了你。哎，大姐夫，你想到那个笨蛋是谁了吗？这件事我回去以后，一定要好好查查。这件事先不急，大姐夫，现在平贵在监牢里，麻烦你想想办法救救他。这个你放心。平贵，你驯服了红鬃烈马，又安然地跑了10里路，按说不应该在这里。告诉我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事情是这样的，薛平贵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天黑了你才回来。副将，在我骑马的途中，有人暗算我，我的宝马受伤。
我不想让宝马再增受负担，所以我就把它牵了回来，带下去。快走！走！这之后，我就被关在这里了。果然是这样。这件事情回去以后，我要向岳父禀报。如果他老人家还是坚持己见的话，我就将此事上奏朝廷。谢谢苏将军。平贵，从进来到现在，你一直叫我将军，是不是该叫我声大姐夫？是啊，平贵，大姐跟大姐夫一向最疼我。平贵谢过大姐夫。嘿，呵呵，这就对了。哎呀，看到你们两个这么好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回去以后，我也好跟金川交代。你们都不知道，这母女俩啊，天天担心呢，茶不思饭不想。都怪我不好，麻烦大姐夫回去后，替我跟娘和大姐说声谢谢。姐夫放心，总有一天，我会带着宝钏回府去的。这个日子不会远了。你驯服了红鬃烈马，很快，皇上就会下旨，封你为神威大将军。魏哥要当神威大将军了，那么我，不就是神威大将军的妹妹了吗？什么？昨天晚上真的有人要暗杀平贵？龙哥，我听当时的情况，那个蒙面人好像你很熟悉，你告诉我是谁？这个，龙哥，如果不加紧防范的话，平贵和宝钏都会有危险的。是。我怀疑那个人就是魏虎。有胆量在长安大楼里杀人，为何还要蒙着面？你们究竟是谁？魏虎，我虽然没有跟魏虎交过手，但是平时练武，魏虎的武功跟身形，我依稀有些了解，跟那个蒙面人十分相似。那另一个蒙面人就是他弟弟魏豹。我也是这么怀疑。不过，那个蒙面人如今已经受了伤，应该很容易查出来。这么说，平贵现在很危险了。啊，我已经通知了知府，现在已经把平贵接出来了，如今安置在府衙，并且有人严密保护。那就好。我已将平贵驯服红鬃烈马的事情告诉了礼部，应该明天一早就会上奏皇上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真是太好了。如果平贵能被封为神威将军，宝钏就可以重回相府了。那是自然，只是我担心岳父会阻拦。金川，你现在应该还是要跟岳母去说一声。我要怎么说呢？今日良辰吉时，本王就命代战为主帅，凌霄为副帅，丽娜为随军军师。你们率领6万大军前去攻打大唐。臣遵旨。遵旨。臣遵旨。
时，本王在此宣布，代战公主和凌霄将军今日订婚。公主，这是我祖传的项链，我给你戴上。等一下，表哥，这条项链真的好漂亮。可是我们现在是要出征打仗，我怎么舍得戴呢？这样吧，父王，您先帮儿臣收着。好，本王先给你收着，等你们凯旋归来，让凌霄亲自给你戴上。是。凌霄，你要好好保护本王的女儿，不能有半点差错，否则本王绝轻饶不了你。是。大王，此次攻唐，凌霄定当全力以赴。凌霄在此以性命担保，绝不让代战公主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。干嘛说的那么严重啊？我的武功又不差，我自己会保护自己的。丽娜，此番出征是你亲自要求的，你那点功夫本王知道，你一定要注意安全，随时听待战的调遣。是。好，吉时已到，你们尽快出征，希望你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攻破玉门关。是。杀令旗。是。大军出征。真有此事？是。这苏龙做的也太过分了，居然阻拦你办事。岳父，我担心大姐夫怀疑到我，这事还不能说。是啊，爹，明日早朝你要奏请皇上，请他不要把红鬃烈马赐给那薛平贵，也别封他为神威将军，否则咱们所做的一切将前功尽弃呀。明天上早朝的时候，老夫一定在皇上面前奏薛平贵一本。相爷，小婿参见岳母、大姐、大姐夫。爹娘、大姐、大姐夫。相爷，这一大早的，你们几个就在这儿嘀嘀咕咕什么呢？夫人，我跟魏虎谈公事，你出来干什么？既然谈的是公事，那银川在这儿岂不碍事啊？娘，你怎么说我碍事呢？魏虎有很多事情都是我帮忙出主意的，甚至昨夜你也给他出了什么主意？大姐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懂。我让他做什么了吗？岳父大人，昨日薛平贵被关进了大牢，有2个蒙面人要暗杀他，小婿已将此事禀告了岳母。苏龙啊，你把这种事情告诉他干什么？怎么不能告诉我呀？我的3女婿被人暗杀，我能不管吗？怎么会是你的3女婿呢？既然老夫已经不认那女儿，哪里来的3女婿呢？是你不认女儿，又不是我不要宝钏。那宝钏既然是我的女儿，那薛平贵就是我的女婿了。妇人之见，不可理喻。哎，爹，相爷，我听苏龙说，
薛平贵已经降服了红鬃烈马，可见薛平贵是个可造之才啊。相爷何不趁此机会拉他一把？这样那个薛平贵对你也会感激万分的，而且咱们也该顺理成章的把宝钏给接回来。我不同意。薛平贵桀骜不驯，目中无人，他根本就没有把我这个岳父放在眼里，所以老夫为什么要帮着他呢？更何况，老夫只要薛平贵起码跑10几里路，魏虎回来告诉老夫说他超10线才回来，老夫怀疑他有卖马的行为，又有私吞贡品的企图，所以你要治他的罪。夫人呐，这件事情就不要再管了。不行，只要是宝钏的事，我一定要管。娘，不管怎么说，爹总是一国之相，朝中有多少文武百官都是爹的学生，爹看不上的薛平贵，自然是因为他有缺点。娘，你就不要处处护着薛平贵了嘛。你给我住嘴！你说薛平贵有缺点，那魏虎就没有缺点了？不是，岳母，您怎么说来说去说到我头上来了？哎，岳父，我可是尽心尽力为您办事啊，我哪还有缺点呢？你稍安勿躁，我不只说你有缺点，就是苏龙也有缺点，我的2个女儿她们也有缺点。俗话说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一家人要相互包容，这样大家才能够和睦相处嘛。是啊，爹，娘她一直是这样跟我和苏龙说的。岳父大人，薛平贵现在也是功不可没，如今他已降服了红鬃烈马，而魏虎却让他骑10里路，以至于在路上中了埋伏。哦，真有此事？小婿在路上捡到一枚飞镖，小婿骑的是军营里的快马，虽然不如红鬃烈马脚程快，但是一路上只看到蹄印，并没有看到有人落马，所以小婿可以断定，他并没有落马。那好，既然薛平贵没有落马，那他为什么用了那么久才回来？因为有人要暗算薛平贵。薛平贵在挡镖的同时，红鬃烈马也受了伤，因为红鬃烈马贵为国宝，所以他不敢启程，只有自己牵着马回来。既然是牵着马回来，总得给点时间吧。苏龙啊，是你看见的吗？都是小婿亲眼所见，不敢有半点欺瞒。是啊，爹。苏龙他向来为人正直公正，他的话一定不会有假。再说了，宝钏是你的3女儿，你一定要三思啊。岳父大人，如果您现在帮薛平贵的话，到时候矛头对着您，那受苦的还是您老人家呀。就是啊，爹，你也知道，娘一向疼爱宝钏，所以就爱屋及乌，疼你个乞丐。但是你如果真的让薛平贵进门，那咱们相府也会失去威名的。报！什么事啊？启禀相爷，何公公求见。何公公，怎么这个时候来了？快请。是。你们女眷，先下去吧。是爹。是。洒家拜见相爷。公公快免礼。为何事而来啊？皇上有旨，命相爷速速进宫，有急事相商。急事？
公公可知道是何其事？玉门关紧急回报，西凉兵正在行兵攻打玉门关呢。准备放箭！准备，放，放。收兵！边关传来急报，西凉在不动声色之下攻打玉门关，玉门关军情告急，这件事该当如何处置？老臣启奏皇上，18年前西凉被刘毅将军打败之后，虽然表面上臣服于大唐，实则处心积虑，暗中招兵买马，为扬我大唐声威。老臣认为应该立即出兵，平定叛乱。启奏皇上，如今刘将军还身处南诏，恐怕朝中无人挂帅。我朝人才济济，怎么会无人挂帅呢？启禀皇上，之前老臣曾推荐苏龙、魏虎，如今西凉来犯，老臣敢担保苏龙、魏虎挂帅，出征西凉绝无问题。启奏皇上，臣昨日听说世间有位名叫薛平贵者，驯服了红鬃烈马。此红鬃烈马性子之烈，别说苏将军和魏将军，我朝中数十名武将和百姓中多名高手均未能驯服，而这个薛平贵居然能驯服此马，此人必属罕见人才。请皇上召见薛平贵，进殿面圣，说不定他能带兵亲征。慢着，皇上，老臣曾见薛平贵数面，
此薛平贵乃一介莽夫，即便是武功不错，降服了红鬃烈马，那也只是马术精湛。对于领兵之事，岂能委以重任？万一出错，岂不辱我大唐的声威？启禀皇上，末将认为此人难以胜任。启禀皇上，此人行与不行，不妨召他来一见便知。启禀皇上，老臣认为苏龙、魏虎在朝为官多年，如今朝中武将就属他二人最为卓越，不如让苏龙、魏虎分别挂帅，可任命薛平贵为先锋。既然他武功不错，攻城陷阵绝无问题，这样才能旗开得胜。还是丞相说的有理。那之前，寡人封薛平贵为神威将军一职，那就暂且搁置。苏龙、魏虎，上前受封。臣在。朕就封苏龙为平西大元帅，魏虎为副元帅。红鬃烈马就授予薛平贵，并封为开路先锋，立即校场点兵，出席西凉平乱。臣领旨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哇，平贵，你平安无事啊！真是太好了，二哥，你果然平安无事。昨天晚上我们担心你，真是一夜没睡啊，一直都求菩萨保佑你平安无事。现在看你这样没事的话，真是谢天谢地呀！谢谢你们的关心啊，平贵真的没事了，而且苏将军啊约了我在这里等他，好像他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啊。啊，那个不就是你大姐夫吗？哎，没规矩没礼貌，苏将军呐。哦，平贵没事。平贵见过苏将军，免礼。参见苏将军。参见苏将军。二位兄弟，既然是平贵的兄弟，咱们就是自家人，免礼了。平贵，我有事情要跟你说。啊。姐夫，有话尽管说。平贵，你驯服了红鬃烈马，皇上龙颜大悦，准备将红鬃烈马赏赐给你。哇，威神大将军呐！哎，大哥，不是威神大将军，是神威大将军。对。哎呀，真的谢主隆恩啊！只是，大姐夫，怎么了？皇上不会说话不算数吧？那不行啊，我们这些百姓会不服的。是啊，苏将军，这我二哥降服红鬃烈马可是相当的不容易啊。这全城的百姓都知道，谁降服了红鬃烈马，谁就可以当那个神威大将军。这皇帝老爷不会想出尔反尔吧？张伟，先别乱说话，先听苏将军怎么说。皇上并没有出尔反尔。皇上本来要封你为神威大将军，只是现在西凉兵犯我玉门关，皇上派我挂帅，魏虎为副帅。由于你降服红鬃烈马，皇上认为你武艺高强，所以命你为开路先锋。来，开路先锋算是个官吗？哦，这开路先锋嘛，应该是一个大官哦，是吧，苏将军？是官。哎，这就对了。二哥，恭喜你当了开路官。姐夫，我想知道，是不是王丞相在皇上面前说了些什么，所以就不封我为神威将军，反而改为开路先锋？是这样，为什么会这样？确实是丞相跟皇上说了些话，不过也不要担心，皇上依然为你保留着神威将军一职。等咱们班师回朝，凯旋归来，皇上自然会再封你的。没关系的，我都明白的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西凉胆胆犯我大唐，只要朝廷有地方用得上我薛平贵，平贵定当效命。好，什么？降服了红鬃烈马就得带兵打仗？哎，苏将军，这不行啊！平贵才刚跟宝钏成亲，这么快就分开啊？是啊，苏将军，我求求你帮忙嘛！我二哥跟二嫂那么相爱，我估计你也不愿意让他们就这样分开吧？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，只是现在
皇上圣旨已下，任何人都无法改变。姐夫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启程啊？明日就启程。啊？这么快？明天？那苏将军，这一仗要打多久啊？18年前，西凉败于我大唐，如今又敢兴兵来犯，我想必然是处心积虑，预谋已久。所以此仗少则1年半载，那多呢？3年5载也说不定。啊！平贵，你先跟我去一趟军部，把军服领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详谈。有劳了。哎，苏将军，平贵这一去，我们搞不好1年都见不到他，我们可不可以跟着去啊？大哥，何止是1年，说不定3年5载我们都见不到二哥了。苏将军，就拜托你了，让我们跟着一起去吧。好啊，请吧。这次多亏岳父应对得体，要不然搞不好皇上真的会让薛平贵挂帅呀。有老夫在，薛平贵永远挂不了帅。那是。魏虎啊，苏龙现在去兵部处理出征事宜，你要尽快的招兵。我奉皇上之命，明天送你们启程。多谢岳父栽培，这次小婿能当上副元帅，全是岳父您的功劳。小婿这一次一定会尽心竭力平定西凉。岳父，小婿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。说吧。舍弟魏豹一直没有功名，我想这次让他占个文职，随军出征，到时候打了胜仗，也可以谋个一官半职。老夫知道魏豹文武双全，既然是这样呢，你就安排吧。多谢岳父。不过姐夫那边还希望您多美言几句啊。放心吧，老夫会跟苏龙说，这是我指派的人，我相信苏龙他不会拒绝的。多谢岳父。魏虎啊，此去西凉，暗中还要替老夫观察，如果薛平贵是个可造之人，而且愿意改过狂妄态度，听命于老夫，那么凯旋归来之后，老夫我会重新考虑接纳他为我的3女婿的。如果薛平贵仍然桀骜不驯，那你就替老夫杀了他。哎呀，不，好好的整整他，挫挫他的傲气，知道吗？岳父放心，小婿一定会妥善处理。什么？魏虎也要出征西凉？是啊，娘，是爹爹推荐苏龙、魏虎挂帅出征的。苏龙已经去兵部报到了。是啊，娘，魏虎明日一早就要启程了。他们2个当朝为官已经有数年，都没有实际的战绩。俗话说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金川、银川，你们回去跟苏龙和魏虎说，这次务必要恪尽职守，凯旋而归。是，娘，女儿一定转告苏龙。娘，你放心吧，这魏虎啊，一直瞅着他自己空有一身本领，却无处可以施展。这次挂帅出征，他肯定会威风凛凛的。什么威风凛凛啊！你一定要让他打一场胜仗，那才不辜负你爹的举荐呢。娘，女儿还有一件事想跟您说。什么事啊？是平贵他。平贵他怎么了？平贵他也要随军出征。平贵也要出征？宝钏他知道吗？我想平贵一定会跟宝钏说的，只是他俩刚刚新婚不久，我怕平贵这一走，宝钏顿失依靠啊。是啊，这平贵为什么也要去出征啊？娘，这是爹的主意，皇上还下旨让他当先锋官呢。哎呀，你爹也真是的，让自己的女婿去当开路先锋，这很危险的呀。哎呦，娘，那薛平贵能够降服红鬃烈马，就表示他的武艺非凡。既然他那么厉害，让他去当开路先锋，才能够打胜仗嘛。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
平贵为国出征，这个我赞成。可是这堂堂的神威大将军，怎么也是个副帅之职吧？怎么就成了一个小小的开路先锋了呢？娘，你就别着急了。龙哥说这件事情已成定局。好了，娘，反正我是来跟你说一声，这魏虎明天就要出征了，我还得回房去帮他打点一些东西。那女儿就先告辞了。行行，你走吧，去忙吧。娘，锦川啊，是不是你爹故意贬平贵呀？哎呀，娘，龙哥说了，您就别怪爹了。皇上已经下了旨，我现在唯独担心的就是，宝钏要是知道平贵要出征，她受不了这个打击啊。哎呀，是啊。你说平贵要是走了，宝钏肯定很寂寞。哎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一定要想办法去看看宝钏。是，娘说的是。平贵在的时候，我们还能够放心。这次他这一走，宝钏吃的、用的、住的，倒是缺什么，我们是应该去看看，好给他送过去啊。哎呀，我可怜的女儿啊！这丈夫一走，她一个人可怎么办呢？唉。哎呀。小七，你在看什么呢？哎呀，二嫂，贵哥到现在还没回来，你都不担心啊？有大姐夫保护平贵，我相信平贵很快就会回来。更何况大哥和四弟也在一旁照料，没什么好担心的。哦，我也希望你那个什么大姐夫的，能帮贵哥做什么神威大将军。要是这样子的话，你就风光了。嘿嘿，我也跟着鸡犬升天。当将军有什么好风光的？当将军为国效力，这才最重要。哦，对，二嫂说的对。嘿，二嫂，跟你探听一下，你那个大姐夫成亲了没有啊？你呀，我叫大姐夫，他当然是我大姐的丈夫了。当然已经成亲了。啊，是哦。哎呀，怎么那么倒霉啊！天底下的男人都被人家挑光了，除了贵哥以外，就看大姐夫最顺眼了。大事情，大事情啊！大事情，大事情，大事情啊！大哥，到底什么事？哎呀，你出来看就知道了。出来，哎，走啊，走啊！平贵。